鸡蛋、牛奶是癌症加速器。医生提醒，真正招癌的是这二肉二水，常吃胃癌、肠癌跟着来。要想营养均衡，那每天都要保证有肉、蛋、奶、菜、谷物的摄入。作为重要的蛋白质来源，鸡蛋、牛奶算是我们最常吃的了。但是有种说法就让人很震惊，鸡蛋、牛奶是癌症加速器，这还让不让人活了？真相到底如何？鸡蛋是癌症加速器。鸡蛋是最平价的营养佳品，素来有全营养素之称，但为什么被称为癌症加速器呢？很多人认为鸡蛋属于发物的一种，发物在人们印象中是会诱发某些疾病或者让疾病更严重的某类食物。从现代医学上来说，可以理解为过敏或者加重一些病情的食物，就像你喉咙发炎了，那就不要吃辣椒等刺激性的食物了。相对于喉咙发炎来说，辣椒就是一种发物。所以很多人认为吃鸡蛋对肿瘤复发、结节增长好像有关系，但实际上肿瘤、结节的出现是多因素的综合长期性结果，并不是说你吃个鸡蛋就怎么样了。相反，鸡蛋含有丰富的蛋白质，吸收率比猪牛肉还要高。对于肿瘤病人来说，更应该吃点鸡蛋来补足身体的消耗。鸡蛋含有丰富的卵磷脂、维生素 B、卵黄素及其他矿物质，对身体都有很大的好处。而且鸡蛋的氨基酸构成更好，更容易被人吸收。至于有的人担心鸡蛋的胆固醇含量高，其实也没必要。鸡蛋是胆固醇高，但脂肪低，所以对血液中的胆固醇升高影响不大，一天吃1-2个鸡蛋是完全可以的。那我们再来看看牛奶，牛奶又是怎么惹癌上身的？牛奶是癌症加速器。牛奶和鸡蛋一样，物美价廉，营养丰富，一向是人们心中营养健康饮品的代表。但是为何会有牛奶是癌症加速器的说法呢？2022年，北京大学、中国医学科学院、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员在 BMC Medicine 期刊上发表了一篇研究论文。研究人员以中国 CKB 数据库中的510146名中国成年人为研究对象，将其分为3组：经常乳制品消费者、每月乳制品消费者、从不或很少食用乳制品者。通过数据分析及11年随访，结果发现，经常食用乳制品的人，癌症总体发病风险提高 9%， 其患肝癌和乳腺癌的风险显著增加，每天多摄入50克，风险分别增加 12% 和 17%。这个研究一下子让牛奶是癌症加速器的说法跳到了大众眼前。实际上，真实情况并不像结论那么简单。研究人员强调，乳制品与癌症风险之间的联系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来验证，确定是否为因果关系，并要调查所涉及的潜在机制。所以，正常喝牛奶利大于弊，大家切不可因为一个还没有正式结论的说法而抛弃好的营养品。实际上，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应该注意的具有癌症风险的食物，应该是以下几种真正致癌的，是这二肉二水。1、加工肉。为了让肉吃起来有很多种风味，而且可以长期保存，由此产生出很多种加工方法，比如腌、熏、风干、火烤等，都有高盐、脱水的过程，因此这些肉类都带有大量的亚硝酸盐。这一步还没有特别的危险性，因为亚硝酸盐没有致癌性，但当你吃进嘴里再到胃里，胃酸以及亚硝酸盐、肉类蛋白质发生作用，会产生亚硝胺，由此加大了胃癌、食管癌、结直肠癌的风险。
2015年，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加工肉类归为一级致癌物，也就是有充分证据证明对人类有致癌作用的物质。这并不是说劝阻大家吃加工肉，我们应该在知道潜在的风险上尽力去降低这种风险。比如平时嘴馋可以吃一下，但不要经常吃，注意搭配一些维生素 C 含量丰富的食物吃。2. 过量红肉。红肉营养丰富，怎么也想不到它能和癌症挂钩。但是红肉确实被世界卫生组织归到2致癌物，也就是有动物实验致癌证据，原因在于红肉摄入过量就会有患癌风险。大家可以对照一下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的建议，健康成年人适量摄入禽畜肉类，每天应控制在50至75克。特别对于一些无肉不欢的人来说，真的过量摄入红肉是比较危险的，除了癌症风险增大，吃肉多引发的肥胖进而会引起一系列问题，比如脂肪肝、心血管疾病、糖尿病等。3. 烫水。我们多次给大家提醒过，烫水、烫汤、烫茶都有致癌风险，这里主要是食管癌。口腔、食管黏膜是非常娇嫩的，最高耐受温度其实在60度，超过65度就有潜在的烫伤风险。如果黏膜在日复一日的损伤、自我修复过程中产生异形性细胞，就会有变成癌细胞的可能。所以，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就曾发布警告，饮用65摄氏度以上热饮有致癌风险。所以，联想一下我们日常所说的趁热吃、趁热喝，实际上不算一句好话，所以尽量的让茶水、汤凉一凉再喝。4. 含糖酒精饮料。糖和酒精的危害其实不用再费口舌了，这里主要给大家提醒，鲜榨果汁含糖量很高，而且经过鲜榨之后人体极容易吸收。还有一些什么小甜酒、女生酒，主打一个低度数，实际上也会伤身。另外，打着无糖的，里面是代糖，同样是不健康的。也不是不让大家去喝，平时偶尔喝喝也没事，但你心里要清楚，这绝没有宣传的那么健康。